你知道有一个时代最近被外国媒体称为最不幸的一代，因为已经承受第3次全球性的经济冲击吗？川普那个32%的关税政策一丢出来，虽然不到1周又说，先缓缓啦，大家冷静90天，但这短短几天的震荡，已经让一大堆人不要的，从少年股神到大户，死伤极其惨烈，让我想到电影《投名状》的开场，只有李连杰从一群尸堆中爬起来。而在这场动荡中，有一个世代又一次被推上火线。我们常听到的千禧世代，也就是大概1981年到1996年出生的这一群人，他们被外媒称为最不幸的一代。为什么说他们最不幸？来，我们来看看他们到底有多衰。还记得2008年吗？那场金融海啸来得又猛又快，很多人刚大学毕业，履历还没印，学贷还没还，就看到银行倒一片，公司裁一堆。刚想踏进职场，就发现根本没门。该谈恋爱的年纪没钱约会，该结婚的年纪买不起房，结果就这样一路延后人生的每个计划。好不容易撑过几年，2020年又来一波新冠疫情，企业倒，员工裁，店收一堆，刚找到稳定工作的千禧族又被逼着回到不确定的生活。真的不是他们不努力，是世界一次又一次出状况。然后现在川普这一刀下来，全球关税涨翻天，虽然短期内暂缓施行，但市场已经开始紧张，经济学家也开始预测，我们是不是又快要掉进经济衰退了？对今年大约29到44岁的千禧世代来说，这真的很打击，因为这个年纪本来应该是人生起飞的阶段，事业要拼，房子要买，家庭要顾，结果一个政策，一个市场崩，就像有人直接拔了你刚搭起来的乐高建筑。你知道他们多无奈吗？现在网络上有一大堆千禧族在社群上自嘲，他们拍短影片，一边假哭一边唱悲惨世界的歌，画面底下还写着准备在40岁之前经历4次经济衰退。结果那部影片在 TikTok 上爆红，23000多个人点赞，几百则留言，大家都说我也一样，笑着笑着就哭了。华府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也有学者出来警告，他说这一代人正是创业冲事业的年纪，他们在投入在冒险，却遇到一个又一个的外部风暴。这不是一般的风险，这是那种你无法预测也无法控制的大局变动，这会让一个原本就不稳定的局面变得更惨。但在股票市场上有一个人也经历过不止一次经济崩盘，因为他在市场上存活的年龄恐怕都比你活在世上还要久。这个人就是股神巴菲特。股神之所以叫股神，恐怕不是因为他的报酬率特别高，而是巴菲特前2次股市危机都被他提前预见危机，并且果断离场，全身而退的本事，甚至资产还呈现正报酬，这种不赚最后1块钱的投资哲学，每个人都应该把它视为精神指标。就连最近因为巴拿马运河而再次被疯狂讨论了的李嘉诚，也是坚守不赚最后1块钱的理念，让他在你死我活的商场上屹立不摇。所以不管你是属于不幸的一代、幸运的一代，还是打开股票 App 会一代一代，本集影片就要从巴菲特身上挖宝，看他是怎么度过崩盘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麦门，这里是分享如何投资全球各大股市，不盯盘、不短冲，只赚大波段的频道。巴菲特如何度过崩盘？你想象一下，如果你今天在开一家小公司，刚开始赚钱，结果因为关税飙升，成本暴涨，客户砍单，所有计划瞬间归零。这不是脑海中的画面，这是很多人正在面对的现实。而这些人还要面对房价、物价、贷款利率、父母老化、学贷压力，一边背着现实的包袱，一边被全球经济的风暴卷来卷去。你能说他们不努力吗？还真的不能。所以，川普的这一刀，不只是数字上的32%关税，也不只是贸易战里的一颗棋子，而是扎扎实实地让某一群人再一次站在刀尖上。当市场一片混乱，投资人心慌意乱时，大家都会想问同一个问题：这时候该怎么办？而在这种时候，有一个名字总会被拿出来讨论——华伦·巴菲特，大家熟知的股神。2025年，有人说这是另一场金融风暴的前兆，也有人认为这只是短暂的修正。但不管是哪一种，巴菲特的态度非常明确，他选择观望，手握现金，不轻易出手。其实早在去年底，巴菲特已经满手现金了。他旗下的波克夏公司账面上的现金来到3340亿美元，占总资产的30%。这不是随便塞进银行的闲钱，而是准备好的弹药。他不是不知道市场跌了，也不是没有看见别人恐慌，而是他清楚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，什么时候该忍住。这就是他的风格。其实早在这波震荡发生之前，巴菲特就已经陆续解码了2档他过去非常看好的股票，苹果和美国银行。要知道，苹果可是巴菲特过去几年最重仓的标的，现在却选择逐步获利了结。你说他是不是早就嗅到一点风声？这让我们回想起他过去怎么面对重大危机的。先讲最近的一次，
新冠疫情，2020年全世界封城，股市暴跌，企业裁员，人人都在恐慌。当时的巴菲特其实早就准备好要大举进场，他甚至一度准备部署500亿到750亿美元的现金来抄底市场。但联准会的动作太快，3月23日，鲍尔宣布一系列非常积极的货币政策，市场情绪瞬间翻转，巴菲特就选择退后一步。他说过一句话非常关键：我们本来可以在 Fed 行动之前进场，但当他们那样做了，我们就知道市场会改变。于是，巴菲特转了个弯，不去买其他公司的股票，反而大买自家公司的股票。2020年1年内，波克夏回购了247亿美元的股票，隔年再破纪录，回购了270亿美元。这不是情绪性操作，而是因为巴菲特认为我们找不到比我们自己公司更便宜、更值得买的投资标的。这句话简单又霸气，却也透露出他对自己投资哲学的坚持。再把时间往前推，2008年金融危机，房市泡沫破裂，整个金融体系几乎要崩塌。雷曼兄弟倒了，全世界都在等接下来会是哪一家。就在那种所有人都不敢动的时候，巴菲特做了一件事，他拿出50亿美元投资了高盛。没人敢投的时候，他投了。这还没完，他还投资了几亿，注资了美国银行，同样是50亿。你可能会想，他怎么敢？答案很简单，他知道恐慌是别人的机会。他在2020年回顾那段历史时说过一段话：我们那时候会买，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些资产的价值，我们能开出好的条件，因为市场上没人敢出手，竞争对手几乎是零，我们就有更多的筹码。这不只是判断力够准，心脏还够大颗。巴菲特知道什么时候该等，什么时候可以出手，知道还需要做到才有用，而且出手就要快，很准。很多人说股市像战场，但巴菲特更像是战场里的狙击手。他从不乱开枪，他观察、等待，然后在最佳时机一击致命。而这样的状态正是他现在的模样。他不是看不懂市场，而是太懂了，所以他选择不动。他知道大部分人输在贪婪，但更多人其实输在忍不住。现在这种动荡的时期，我们都希望有一个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做。那个人不一定是巴菲特，但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一件事：真正的大赢家永远不是在市场最热的时候进场，而是在大家不敢甚至逃跑的时候，还能冷静看清局势的人。接下来的市场会怎么走，没人能保证。但如果你现在心里很慌，可以想一下，你是不是也该像巴菲特那样，先安静一下，准备好自己的现金，做好风险控管，然后等那个机会真的出现。桥水基金怎么看后市？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操盘人瑞达里欧又是怎么看待后市的？最近他接受访问，开口就讲了一句话，让很多人瞬间冷汗直流。他说，现在的世界已经走到了历史性的临界点，如果不小心处理，比经济衰退更严重的事情可能会爆发，那就是货币和世界秩序的崩坏。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抽象，但我带着一步一步拆开来看。达里欧不是今天才在喊危机的人，他观察世界的方法很有系统。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变动主要受到5种力量的驱动：第一，金融债务周期；第二，国内的贫富不均和政治对立；第三，国际权力的重新分配；第四，天灾与疾病；第五，科技的发展。而现在这5股力量几乎在同一时间爆发，互相交织在一起，让全球的秩序变得很脆弱。他举了一个最具体的例子：中美贸易战。很多人以为这只是2个国家在吵架，争一点关税，互相报复就没事了。但在达里欧眼中，这是整个国际秩序正在瓦解的缩影。以前的世界是美国说了算，推动的是多边合作，大家在规则里面玩。但现在这些规则一个个被打破了，变成各自为政、单边主义。每个国家都想保护自己，结果就是谁也不让谁，问题也就越来越大。他特别点出来，现在的美国自己也很麻烦。为什么？因为美国政府的预算赤字已经来到 GDP 的7%。你可能觉得这个数字没什么，但他说，只要美国能把赤字降到3%，那局势就还能稳得住。如果做不到，那就有可能引爆比2008年金融危机还要严重的债务风暴。要怎么解？达里欧说的很简单，2党合作。听起来有点理想化，但他举过去的例子，在1991年到1998年之间，美国真的做到了赤字改善。那时候共和党跟民主党是真的坐下来谈，真的愿意让步。但现在的美国政治环境还有这样的空间吗？这就值得我们深思。而谈到川普的关税政策，达里欧也没有给好评。他用了一个很强烈的比喻，他说这些关税政策就像有人朝全球供应链丢了一颗大石头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整个全球的产品成本都上升了，企业生产效率变差了，然后消费者买单的成本也更高了。说白了就是乱七八糟，谁都没得好处。
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被好好解决，那全球经济就会持续陷入混乱。而且不只是经济放缓这么简单，达里欧说，我们已经非常接近一次全面性的经济衰退，甚至可能会进一步恶化，变成像1930年代那样的大萧条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那不是股市跌几百分比这种层级的问题，那是整个社会、整个体系的问题。更可怕的是，他还警告说，现在的金融系统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稳了。他特别提到美元，他说美元的稳定性正在变得不可靠。为什么？因为美国的债务太高了，而全世界又太依赖美元。一旦美元真的出问题，那将不是某一个国家的危机，而是全球性的资产重组和信心崩塌。而每一次货币秩序崩坏，历史上都有一个共通点，那就是冲突升级。不只是贸易战、政治战，有可能会升级成军事冲突。这就是为什么达里欧再三强调，现在这个时代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全球协作。但你看看现在这个世界有没有协作？每个国家都在说我优先，谈判桌变成战场，合作的空间越来越小。为了帮助大家理解这一切，他还特别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国家如何破产》，会在6月份出版。他希望透过这本书，让更多人了解全球经济的风险到底在哪里，又该怎么准备。但可惜，目前还没有中文版，有兴趣的人可以先去追踪英文版的动态。达里欧的讯号非常明确，不是只看眼前的股价涨跌，而是关注的是整个国家、整个世界的财务和秩序能不能撑得下去。这一章不是要吓你，而是提醒你，当全世界都在为了短期利益争吵不休的时候，有些人已经在思考，如果这一切真的崩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最近世界局势实在变化太快，90天人道走廊关闭后会发生什么事，这都还有待观察。如果你想看到我们更进一步的分析，可以先免费追踪我的分析专栏，连结放在下方资讯栏里。当然也可以订阅我们 YouTube 影片的分析跟资讯。如果你看到未来有可能会用到的内容，可以在喜欢的影片点赞，让系统储存你的喜好。若你不知道从何开始进步，迈向财富自由之路，可以在资讯栏里找到小帮手，让小帮手给你建议该从何着手开始学习操盘。女股神看法和大家不一样。一说到对等关税政策时，整个华尔街、全球财经圈，很多人说这是疯了，说这样只会让物价飞涨、供应链断裂、企业信心崩盘。但有一个声音与众不同，就是方舟投资的创办人，也是这几年美股界最具争议也最具话题性的投资人之一 Cathie Wood， 中文大家都叫她女股神伍德。面对川普这波关税政策，伍德抛出一个医学名词，这是震撼疗法。他的意思是，这虽然看起来痛、看起来乱，但或许正是市场需要的一剂猛药。大家可能会觉得他这样说是不是在讲场面话，但他的转变其实是有迹可循的。一开始，连伍德自己也对这项政策感到困惑，尤其是对等关税的计算逻辑，一堆专家学者都搞不清楚怎么算，怎么会公平。直到后来，川普任命了财政部长贝森特来主导关税协商，才让伍德的看法开始转变。因为他观察到，整个关税政策虽然一开始混乱，但其实是有策略的，不是随便乱搞，而是借由制造不确定性，迫使其他国家坐上谈判桌。他甚至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，如果不是川普硬干出来的这一剂震撼疗法，很多贸易改革根本不可能实现。而这种震撼疗法，谁最支持？马斯克。因为马斯克早就主张降低关税与非关税贸易障碍，他也一直认为美国在贸易谈判中太软弱，该硬的时候就要硬起来。而现在川普的做法刚好呼应了马斯克的想法，所以女股神对后续市场不但没看衰，反而非常乐观。她在最近的几次投资策略分享中都重申一个关键判断，她相信川普会为美国带来强劲的经济成长，特别是下半年之后，美股会迎来一波明显的上涨，而这股涨势甚至会延续到2026年。为什么他会这样想？这就要说到他提出的一个关键词：滚动式衰退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整个经济没有一次性全面崩盘，而是各个产业部门轮流中枪。可能去年科技业在裁员，今年换零售业低迷，明年可能是制造业不行，但整体 GDP 和就业市场看起来还撑得住，因为它是轮流生病的，不是一起住院。他认为这波滚动式衰退已经走到了最后阶段。尤其在2022年开始的那一波升息冲击，把企业、产业一个接一个敲醒，该被修正的也都差不多修正过了，现在反而是新的周期酝酿的时候。不过，他也承认，支撑美国过去3年经济数据漂亮的两个主角，消费者和政府，现在都已经快撑不下去了。过去靠什么撑住 GDP？ 消费者狂买，政府狂花，但现在高端消费者开始缩手，政府也快到预算极限。他甚至直言，美国政府很可能会迎来过去30年来第一次真正的经济衰退。这听起来像是坏消息，对吧？但伍德却说，这反而让美国政府跟联准会有了出手就是的空间。
它的逻辑很简单，当整体经济活动停滞下来，政策工具才有理由出场，像是减税、解除过度监管、降息刺激经济，这些在高通膨时代不能用的工具，现在都有机会派上用场了。这就是他所看到的潜在好处，不一定会马上发生，但这些因素会逐渐累积，慢慢改变市场风向。而市场最怕的不是坏消息，而是没有方向。一旦方向出现，资金就会开始流动，信心也会回来。说到底，伍德的投资哲学一直都是先看到未来，再反推现在该做什么。他不是只看数字、只看报表的那种人，他在意的是趋势和转折点。而他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由川普引爆的乱局，可能正是下一波经济重启的契机。我们当然不能说他一定对，但他这种跟大多数人思维完全不同的角度，绝对值得参考。就像当年他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，大胆加码特斯拉一样，很多人骂他疯了，但是后回头看，他是少数赢家之一。当你希望在你达到财富自由时，身边能有人和你一起去游山玩水，别忘了把影片分享给他，一起往财富自由迈进。这样你自由且不孤单，辛苦可以一阵子，而不该是一辈子。盯盘不短冲，只做趋势盘，这是我的理念。我是麦门，我们下次见。